何月华进了酒吧，很快就找到了喝得醉醺醺的老板。他静默片刻，才走过去。林医生趴在桌上，嘴里还在喃喃自语：呵呵。酒吧的人看到何月华了，走过来，对他说道：你是何小姐吧？这位先生已经喝醉了。他进来时就写了你的手机号码给我们，交代我们他若是喝醉了，就让我们打你的电话，让你过来接他回去的。何月华嗯了一声，问道：他一共花费了多少钱？我先帮他结账吧。酒吧的人带着他去结账。结了账后，何月华走到林医生的身边，看着他那副醉醺醺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还是认命地弯下腰去拉起他的一边手搭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然后费力地扶他。这一次林医生醉得厉害，没有力气自己站起来。何月华一下子还无法把他扶起来，只得请酒吧的人帮忙，才扶起了他。谢谢，需要我帮你扶他出去吗？何月华想到了酒吧门口有10几级台阶，上次他扶着林医生就无法走下那台阶，他是拖着他的，便点了点头，让酒吧的人帮忙一起扶着醉醺醺的林医生出去，又在酒吧的人帮忙下扶林医生上了他的车。谢谢，何月华感激地道谢。不用客气，林先生也算是我们酒吧的客人了，不过他每次过来都喝得醉醺醺的。你是林先生的女友还是老婆？等他醒来后，好好的劝劝他，开导开导他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压力多大，也不要总是借酒消愁。谢谢，等他醒来，我会劝劝他的，他就是压力太大了。何月华没有说林医生喝醉是为情所伤，酒吧的人还要回去上班，客气地叮嘱了2句，便回酒吧里面去。何月华上车，扭头看一下被放在车后座的林医生，叹口气说道：你再舍不得，曾医生都不喜欢你，况且你爸妈也越来越不满意曾医生，特别是知道曾医生身边有个战家少爷后，林母总是说曾医生的坏话，是极恨曾医生命好，能被战家的少爷喜欢，极恨曾医生以后有可能嫁入豪门。何月华其实也嫉妒曾医生不仅能得到豪门少爷的喜欢，还被林医生念念不忘，而他等了多年，付出了那么多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林医生的一句准话。虽说林父林母都把他当儿媳妇来看待了，但娶她的人是林医生，林医生还没有给他一句准话，他都未必能嫁给林医生。母亲又打电话给他，催他回去相亲了，说媒婆给他介绍了几个收入不错的男人，也有在小医院上班的医生。何月华知道母亲催他相亲，一是他年纪已经处于大龄剩女的边缘，二是希望他出嫁能收到一笔彩礼，那笔彩礼不管多少，父母估计都不会给他带回婆家吧。何月华也不敢奢望能拿到彩礼，母亲肯给一半他带回婆家就很不错了，他自己偷偷也存了点私房钱的，不算多，几万还是有的。若是母亲肯给一半彩礼他带走，那他手里就能有至少10万块钱。这点钱对于有钱人来说不算多，但对于他出来上班，工资就被父母要求上交回家里的人来说，能拥有10万钱很多的了。何月华不会和父母闹，就当她嫁人的彩礼是回报父母亲情的最后一笔钱吧。她跟父母兄嫂们都说过，一旦她嫁人了，她有了自己的小家，以后她的工资就不会再交回家里。他们村里的行情也是如此，甭管女儿婚前多孝顺，挣的钱都给回家里，一旦女儿嫁了人，就有了自己的小家，女儿挣的钱不会再交回家里，逢年过节才会给父母一点钱，给多少就看自己的能力，父母也不会要求给多少。何月华其实也着急嫁人，嫁了人，她的工资她就能自己做主了，不用再拿回家里给父母，父母又不是花在他们身上，而是花在他的兄弟身上。他承认父母更偏疼他的兄弟，没办法的事，在他老家那个地方，家产都是给儿子的，养老也是儿子的事，女儿不需要养老。父母生病了，
看病住院花钱也都是儿子的责任，女儿想给多少就给多少，没有人会说什么。毕竟家产给了儿子，当然儿子就得负责父母的养老送终之事。何月华羡慕曾医生，也知道自己无法和曾医生比，人家曾医生的家世比他好太多了。曾医生的父母又不偏心，既给曾医生的哥哥买了房，也给曾医生买了房子，而且都是全款的。他爸妈别说给他买房了，他想自己存钱买房，父母都不允许呢，说他以后要嫁人的。嫁人后，男方那边有房子住，不用他买房子，不会像别人的父母那样提前给女儿买套房子，哪怕是小房子，也是父母给女儿留的一条退路呀。林医生名下有房子了，她嫁给林医生后，以后有了钱，有了孩子，肯定还要换房子的。现在林医生婚前的房子，他不会要求加名，只要婚后再买房，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才真正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不像现在这样回到老家，他连属于自己的一间房都没有，每次回去还得和母亲睡一间房。明明家里也有空房子，兄嫂说侄儿女们渐渐长大，那空房间得给孩子们住。他反正很少回老家，回去也是住几天就要出来上班，不需要独立的房间，跟他妈妈睡上几天就行。那个他贡献了很多的家，以后也不会是他的家，更不会是他的依靠。他必须紧紧地抓住林医生，哄好了林父林母，在林家站稳脚跟，融入这个家，他才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家。良久，何月华才开车载着醉醺醺的林医生回家。回到林家的时候，他小心地开门，生怕会吵醒林父林母。不过他刚打开了门，开着了灯，林母就从房里出来了，看到他吃力地扶着儿子，林母快步走过来，帮他一起扶着儿子进屋，嘴里心疼地说道：“阿健怎么醉成这样？满身都是酒气，他到底喝了多少的酒？”何月华没有说话，两个人合力扶着林医生进了他的房间。扶他躺下后，何月华也坐在床上喘着气。他一个人扶着林医生坐电梯上楼，都费了他不少的力气。林母心疼儿子，还叫了儿子几声，叫不醒。他有点担心地对何月华说道：“月华，阿健喝了那么多酒，不会酒精中毒的吧？”阿姨不用担心，林医生这样不是第一次了，没事的，让他睡到明天自然醒来就好了。顿了顿，他说道：“顶多醒来会有点头痛，阿姨到时候给他冲杯蜂蜜水喝就行。”阿健这里有蜂蜜水吗？有的，我让我妈买了土蜂蜜，送了2斤给林医生。上次他喝醉了，我就给他冲了一杯蜂蜜水喝，喝了他会舒服很多。月华，还好有你，否则阿健都没有人照顾。那个曾医生理都不理他呢。何月华默了默后说道：“阿姨，我爱林医生，所以我在乎他，关心他，心甘情愿地照顾他。曾医生对林医生没有爱意，他们只是学长与学妹的关系，没有爱。曾医生当然不会在乎林医生了，更不会说在林医生喝醉了跑来照顾他。这个点，曾医生早就梦周公，做着美梦了，哪里会管林医生是否喝醉？”林母说道：“是呀，曾医生压根儿就不爱我们家阿健，阿健却……月华，你对阿健的好，我们都看在眼里的，在我和他爸的眼里，你就是我们的准儿媳妇。放心吧，阿健要是敢不娶你，敢对你不好，我们会好好教育他的。”何月华笑了笑：“谢谢阿姨。阿姨，夜深了，我先回家。林医生明天早上起不来的话，也不必叫他，让他好好的睡，诊所里有我们看着，也不用担心。他是学医里的，虽说只是护士，但在林家诊所干了那么多年，林医生对他又不是完全无感，教过他一些平时林医生不在诊所里，有人来看病，他也会实习一下，给人看病也没有出过差错。只要看对了病症，用对了药，病人都能够药到病除。都这么晚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回去，路上不安全，要不就不回去了，留在这里住一晚吧。”林母挽留的道：“
阿健这里也有房间可以住的。林医生的房子是4房2厅，他自己住1间房，有1间房给他做了书房，然后有2个客房。他父母过来就住1间客房，还有1间客房是空着的。何月华故作犹豫的道：“这不太好吧？让人知道我在林医生这里过夜，别人会胡说八道的。管别人说什么，你和阿健早晚都会结婚，以后就是夫妻，这里也会是你的家。你不过是提前在自己的家里住1晚，有什么的？儿子醉成这般，又做不了什么。就算让何月华留宿，2人也是清清白白的。月华，留下吧，你回去的路上要是出点什么事，阿姨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。阿健醒来知道了，也会怪我没有留你的。”林母劝着何月华留下，担心何月华独自回家不安全是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担心儿子等会儿会吐，他一个人照顾不了儿子，毕竟年纪大了，没有那么好的体力。老头子睡得像猪一样沉，叫都叫不醒，还是留下何月华，儿子若有什么事，至少有人帮搭把手。在林母的劝说下，何月华便留下了。林母的担忧不是多余的，没多久，林医生还真的吐了。他先是说渴，要喝水，何月华给他倒来了1杯水，扶他起来喝了半杯水，他就突然开始反胃，一下子就吐了满地。还好何月华反应快，没有被他吐一身，也没有吐到床上，全吐在地上。林母看到儿子吐了一地，本能的捂着嘴鼻就往外走，他最看不得别人吐了。刚走出房门口，林母也吐了，他捂住嘴，飞快地跑到洗手间，在洗手间里吐了个昏天地暗，还指望林母帮忙收拾一下，拖拖地呢。没想到林母吐得比林医生还厉害，最后还是何月华收拾的拖干净了地板。林医生吐完后倒回床上又睡了过去，等何月华收拾干净，他才去看林母的情况。林母已经停止了呕吐，从洗手间里出来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副要死的样子，黄疸水都吐出来了。阿姨，你还好吗？何月华走过来，关心地问。吐死我了，我最看不得那些，一看到就会跟着吐，比我以前怀孕孕吐还厉害。阿健怎么样了？吐得死去活来，林母还不忘问着儿子的情况。林医生又睡着了，还好没有弄脏床，地板我收拾干净了。林母拉住何月华的手，又是一阵的道谢。何月华凌晨3点多才能躺下休息会儿。林母进儿子的房间看了看，确定儿子不会再吐，他才回房里休息。林父迷迷糊糊醒来，问他：“你睡前喝了很多水吗？老是起夜。”林母一巴掌拍过去：“你个猪，睡得比猪还沉。儿子没回来，我担心都睡不着。你倒好，沾床就睡着了。阿健还没有回来吗？”林父知道何月华去酒吧接儿子后，他就不担心了，然后倒头便睡，还真的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回来的。回来了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走路都走不稳，还是月华扶他回来的，多亏了月华。林母说道：“阿健刚才还吐了一地，我帮不上忙，我自己也吐了，还是月华照顾他，收拾干净的。等儿子清醒过来，老林呀，你跟儿子说，咱们就认月华这个儿媳妇，叫他不要再想着那个曾医生，人家能攀高枝入豪门，才看不上他一个小小的医生呢。月华真的是满心满眼都是咱们儿子，他若不是爱着阿健，也不会照顾他。反正我是认准了月华的。”林父说道：“我早就劝了阿健，他知道该怎么选择的。儿子的情敌来头太大，带给儿子很大的打击。林父就知道儿子对曾医生死心了。这2天儿子对月华的态度都温和了很多。